谢谢大家。来了这么多记者，非常好。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棒的活动，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我还要感谢马克龙总统以及他的夫人布丽吉特，一位非常可爱、非常出色的人。感谢他们，欢迎我们来到法国，参加这次极其成功的七国集团峰会。我想说，这是最成功的峰会之一。这次会议来的正是时候。星期天，我们与伊朗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实现了我们所有预期的目标，甚至更多。结束当前的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在。这大概占了99%。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们不能研发，不能购买，他们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与此同时，随着这项声明的发布，或者说在声明发布前后，当人们开始认为这会发生，并且伊朗也发表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声明时，股市飙升至历史新高，在过去很短的时间内上涨了数千点，数千点啊！而且油价跌幅前所未有，跌了7到8美元。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但如果我们没有达成这项协议，我们可能还要再投掷炸弹，再打上3个星期、2个星期、4个星期，甚至2年，霍尔木兹海峡就永远不会开放，你们也永远不会成功。你们的市场非但不会像现在这样涨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反而会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也许除了像1929年那样的时期，你们也知道那些强硬派，那些强硬派没有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个3个月的协议，这可是酝酿了多年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我杀了苏莱曼尼将军的。如果我没有杀苏莱曼尼将军，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谈论这个协议了。因为他是一个疯狂的天才，他们从来没有能够找到人取代他。但是很多人都忘了那些强硬派，你们知道的，那些会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的强硬派。过去的2天，我们有机会与许多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包括7国集团的成员国以及许多总统和总理，讨论了这个历史性协议的细节，你们都看到。莫迪总理也在这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他们都为我们达成了协议而感到高兴。每一个国家都是，没有一个国家来找我们说，先生，请继续轰炸他们，请继续轰炸。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这么说。但我很高兴地报告，顺便说一句，冲突最后的2天是残酷的。我们投掷了价值2亿美元的炸弹，而且你们知道的，除了其他一切，这也很昂贵。他们知道我第3晚还会来，我们通知他们，我们第3晚还会来。他们没有海军了，它沉了；他们没有空军了，它没了，一架飞机都没有。他们没有防空设备，所以我们畅通无阻。他们没有他们的领导人，但他们有了一批新的领导人。我认为，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更聪明，我认为他们非常聪明。我认为他们的激进化程度低得多，而且我认为他们真的很好，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你们知道，你们谈论政权更迭，没有人会这么说，但我想，那就是政权更迭。看，他们第1批领导人全没了，他们第2批领导人全没了，他们第3批领导人也走了一点，但大部分还在。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我认为他们会表现得大不相同。我认为他们看到了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不同生活方式，所以我不想看到的一件事就是经济灾难。如果你继续下去，那可能会发生。但我只知道，每次我们谈论和平的可能性时，股市都会像火箭一样飙升。它从来没有下跌过，它和人不一样。你们知道，股市比任何人都更聪明，包括这个舞台上的人，当然除了我。让我们看看，我不知道，斯科特，你觉得呢？股市比你更聪明吗？不会啊。哦，那可真是个糟糕的说法。好的，股市是相当聪明的。
每当我们说出一些惊人的话，比如我们要达成和解，股市就会上涨；而每当我们说出一些负面的话，比如你猜怎么着，我们无法达成和解了，股市就会大幅下跌。彼得跌得很厉害，非常厉害，这说明了一些事情。而且你知道，我研究过总统们，有些好的，有些坏的，有些伟大的，伟大的不多，还有一些非常糟糕的。我们最近就有一个我不想成为的总统，是已故的伟大的赫伯特·胡佛。我不想那样，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但坏事确实会发生。所以过去的2天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和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也就是各国元首讨论这项协议的细节。他们都在这里，很多人，远不止7个，你知道的，很多人，而且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想，马克龙总统顺便说一句，他做得非常出色，真的，他和布利吉特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但他们都发表声明说他们喜欢这项协议，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它结束，而且他们喜欢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别忘了，如果我们打算投掷炸弹，假设我们再拖1个月，再拖2、3个月，也许几周，也可能是再拖3个月，或者随便多久，你还剩下什么？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你没有。海峡将永远不会开放，因为那些拥有价值10亿美元船只的人，这些船只价值10亿美元，他们不喜欢在海岸线上航行，或者让他们的船只参与。当你沿着海岸线航行穿过海峡时，头顶上还有火箭飞过，他们想保护他们10亿美元的投资。你可能好几年都得不到石油。这些人很愚蠢，但没有人比我更强硬，没有人打击苏莱曼尼。你知道，当我打击苏莱曼尼的时候，人们认为那是中东50年来发生的最大事件，那是最大的事件。他是伊朗的老大，受人尊敬，但是他是一个疯狂的天才，他是个天才，路边炸弹之父。当你看到年轻人在某些情况下是女性，但大多数是男性，没有腿，没有手臂，脸被炸得粉碎，那95%，他们说96.2%或者什么的，95%那是苏莱曼尼干的，他恰好来自伊朗，我把他炸飞了，你记得吗？我在死亡之谷把他炸飞了，他下了飞机，我们跟着他，而且公平地说，因为他们对我一直很好，以色列，但他们不想发动那次袭击，他们都准备好了。袭击前一晚，他们告诉我他们不想做，所以我必须做出决定。我决定做了，但那是一次合作，就像我们在房地产行业说的，那是以色列和我们之间的一次合作。我们研究了1个月，我们几乎提前1个月就知道他会乘坐哪架飞机。他只乘坐商业客机，那种载有很多人的大型客机，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把他击落，他们非常聪明。但我们知道他会乘坐那架飞机，跟着他。然后以色列告诉我，他们不会做。我必须做出决定。我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将军，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非常优秀的。我还要感谢皮特·赫格塞斯和雷辛·凯恩将军，他们非常出色，好吗？这些人非常出色，他们再好不过了。但我有一些优秀的将军，我对他们说：好吧，如果以色列不打算做，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做吗？你们喜欢做还是不喜欢？他说：先生，如果你想做，我们就能做。能做的好吗？我们会做的一样好，甚至更好。我们自己做，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所以我们除掉了苏莱曼尼。这可能是中东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事件之一。但他们说50年，他们说100年。我当时和巴基斯坦总理在一起，他说这可能是发生过的最大事件。他说没人能相信，所以那是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像3周、4周或5周前才开始，而奥巴马不会做。奥巴马所做的就是他达成了他的 JCPOA， 他的版本的伊朗核协议。他用10亿美元、7亿美元的绿色现金装满了一架飞机，这些钱来自华盛顿、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各地的银行，他们的所有现金都被抽走了，他们没有现金来支付工资。所有这些钱都装进了一架波音757飞机，一架很棒的飞机。他们把它飞到伊朗，然后分发给人们。
他们贿赂了人们，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搞定。之后，他们又给了伊朗好多好多钱，然后他们得到了一项协议，那是一条通向核武器的道路。我想我太生气了。当我看到这些民主党人时，我有权生气。他们总是谈论这件事。我们达成了这项协议。你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将合法的给予他们核武器。如果那发生了，以色列就会被摧毁。而且公平地说，比比内塔尼亚胡他碰巧是个好人，有时会有点激动，但他碰巧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有过一次惊人的合作关系。他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理。我们在黎巴嫩问题上有点争议。我说你可以稍微温柔一点，比比。不是每次有真主党的人走进一座楼，你就要把那栋楼炸掉。但我们之间一直是很棒的合作关系。但他会说我们是大哥，他是小弟，这是真的。所以他来到美国，他恳求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不要达成他的伊朗核协议。他说这可能是以色列的末日，如果我没有出现，那确实会是末日。奥巴马没有听他的。比比实际上去了国会恳求他们，但他一无所获。他们达成了这项可怕的协议，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可怕的，对以色列来说是可怕的。事情就停滞在那里。然后我来了，我终止了那项协议。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知道那是一项短期协议。你知道对于国家来说，你需要几百年，你不需要8年和9年。这不像你在街角签一份糖果店的租约，你需要几百年，这是一份短期租约，它早就过期了。如果我让它继续下去，它就会过期，你们就不会存在了，很多人都不会存在了。但以色列会被终结，我认为整个中东都会被终结。你们看到了，当所有人都震惊于这些导弹，他们瞄准了这些不同的地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想想看，巴林、科威特，他们都遭到了打击。没有人认为那会发生，甚至我也不认为那会发生。他们不认为那会发生，他们打算摧毁整个中东，包括以色列。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会在得到核武器后的几分钟内使用它。所以当我终止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灾难时，我让他们非常难受。伊核协议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更糟，但那是在经济上更糟。那项奥巴马的核协议，他所做的真的非常危险。他给了他们一切，包括很多钱。顺便说一句，我们没有给他们钱，以防你们有任何疑问。我们会把这份协议发出去，这样你们就可以阅读和查看。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如果60天内没有完成也没关系，我们就会重新开始轰炸。你知道我不想那样做，因为现在的协议太好了。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那样做，因为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他们已经同意不这样做，你们会在协议中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那第二阶段是获取他们正在建造或者说他们正在提炼的核材料，我称之为核尘埃。他们正在花岗岩山脉下提炼材料。花岗岩对于那些不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来说，花岗岩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石头，最坚硬的石头。它不如大理石漂亮，但它更坚固，它坚固得多。就像我放在白宫通往椭圆形办公室楼梯上的新花岗岩，黑色花岗岩，它的寿命被评定为100万年以上，没有大理石能达到那个评级。如果大理石在室外，它的寿命被评定为100年。所以这些是花岗岩山脉。B2轰炸机来了，他们在凌晨1点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的时候击中了那些通风井。他们有一束光束直射到每个地方。那些人干得很好，然后他们被某些媒体成员，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批评说可能没有造成那么大的损害。结果证明损害要大得多。那些山脉直接坍塌在所有东西上面，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能拿到那些东西，除非我们想拿到，我们会拿到，但我们是唯一能拿到的人。他们说中国有设备能拿到，我们也有设备能拿到，实际上它没有价值，没有多少价值，但我们从心理上来说希望拿到它，但没有人会去碰它。我们也有摄像头，这就是太空军的作用。我们拥有最好，顺便说一句，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我为太空军感到骄傲，因为是我创建了它。我们的太空军摄像头安装在每一扇门上，每一个那里没有门了，他们已经被炸得粉碎了。但那个区域的每一个地方，如果有人走进去，它有一个上面写着他名字的徽章，
比如穆罕默德什么什么的，这大概是5-5开的猜测。穆罕默德什么什么的，他们可以识别出名字，他们可以给你一个序列号，我们能看到你们难以置信的东西，我们拥有的设备的质量高，这就是我们如此成功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封锁将载入史册，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人见过那样的封锁，他们就像一道铜墙铁壁。所以发生的事情是我们随后终止了那个我称之为核尘埃，那件事儿就此结束。但如果我们没有用 B-2 轰炸机打击那个地方，或者如果它不成功，他们就会拥有核武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核弹，不是最高水平的，但会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我们有更大的，但我们希望我们永远不必使用它。我们拥有最多，俄罗斯排第2，中国远远落后，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追赶。你知道他们正在追赶，但我们拥有最多，我们拥有最强大的，但我们也拥有最多，但俄罗斯并没有落后太多。然后中国排第3，但他们5年内他们可能会持平。我们应该达成一项无核化协议，那会非常棒。我们不需要所有这些，我们不需要能够把整个世界炸毁300次，这太可怕。真的，如果我们能达成一项无核化协议，我会非常喜欢。而且那2个国家中的一个非常愿意这样做，我告诉你们，但另一个不太愿意这样做。而你需要所有国家都愿意。所以我们星期日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很快签署，明天也许后天，我想。你知道，这取决于协议，我的一生都与协议有关。我所做的就是达成协议，而协议中会发生一些疯狂的事情。我曾参与过一些协议，那是板上钉钉的，不可能不签署，但它就是没有签署。我也曾参与过一些你根本没有机会达成的协议，但他们却轻而易举地达成。所以，但我们很可能会签署一项协议。他们想签署一项协议，而且他们一直表现得非常得体。他们上周遭受了2次重大打击，那是2次非常大的打击。所以重要的是，伊朗已经同意他们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既不生产，因为他们最初说，他们谈论的是他们不会研发核武器。有些人觉得这没问题，这些人公平地说不这么认为，但有些人，但我就是不喜欢。他们说不会研发，我说如果他们去买呢？我不知道。有人出售核武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任何出售核武器给他们的人自己也会遭到核打击。如果他们出售核武器，只有少数国家能做到，他们就会遭到核打击，他们那个国家也存在不了多久。所以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我希望把它写进去。所以是研发、获取、购买任何东西。你们看到协议时就会明白，但我们公布协议是合适的。顺便说一句，我们确实给以色列发了一份副本。他们一直是很好的伙伴。再说一次，我认为他们在真主党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好。我不是说他们不应该保护自己，我是说，当2架无人机射入沙漠并无害坠落时，你们不必炸毁贝鲁特的建筑。他们可以表现得更好。坦率地说，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作为我们的伙伴，我爱他们，他们非常棒。但他们在真主党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好。在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做得不好。我为黎巴嫩感到非常难过。黎巴嫩一直，你们知道，它曾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它曾是一个伟大的，他们有教授、医生、律师，它曾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也许是中东地区多年来几个世纪以来最高的。而在过去的50年、60年里，他们被彻底摧毁了。他们一直生活在地狱里，所以他们将与我们密切合作，移交那些深埋在地下的浓缩核材料，没有人能拿到，所以我们不急于快速完成，但我们也能相当快的完成。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它的每一寸都装有摄像头，没有人能动它。如果他们动了，我们就会用爱国者导弹打击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会消失。他们知道这一点。关于移除所有浓缩材料库存的技术讨论将立即开始，我们将立即开始这项工作。
与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不同，他曾向伊朗运送成箱的现金，而根据这项协议，他们获得的任何援助都必须基于他们的表现，而且不会来自我们。我们不必给他们任何东西。但有些人可能想投资，比如你们打算怎么做？说你们永远不能投资一个国家吗？我的意思是，这相当困难。我不介意强硬，但这有点疯狂。你们可以投资一个国家，你们可以投资任何你们想投资的国家，但你们不能投资那里。他们需要投资，因为我们造成了15000亿，也许2万亿美元的损失，所以总得有人帮助他们。不保证会帮助他们，可能是他们的邻国会稍微帮助他们一点，我不知道。但这笔钱很多，几乎没有人有那种钱，这就是造成的损失。但我们不投资任何钱。有一个假新闻报道上说，一个好人 J.D. 万斯发表了一个声明，那是一个完美的声明，但他们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报道了它。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假新闻。所以我们不给伊朗钱，我们不给他们任何那些东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如果他们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一个理性的世界公民，那么我认为这个群体，再说一次，我认为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政权更迭，但我认为这个群体就是政权更迭。我的意思是，第一个群体已经死了，一个早上他们正在吃早餐，整个群体他们以为永远不会被抓到，因为我们从不在早餐时间轰炸。但我们轰炸了他们所有人88个人，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但第二个群体上台了，他们也非常不讲理，他们也都被消灭了，他们都消失了。然后是第三个群体，我们一直在和他们打交道。有几个人离开了这个星球，但我们一直在和他们打交道。再说一次，他们一直都很好。我的意思是，我遇到过更容易的。我遇到过一些更容易的，他们很强硬，他们很聪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已经大幅增加，未来几天能源将恢复正常流动，全世界将赚取数万亿美元。我相信股市将继续上涨，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参与者非常不稳定，非常强硬，坦率地说，非常聪明。你们知道，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原始文化，但它也是一种天才的原始文化。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也是非常好的谈判者，但我们也是。所以，与其可能陷入经济大萧条，与其让你们最喜欢的总统是赫伯特·胡佛，那总是我不想成为的那种。我不会喜欢尼克松，我不会喜欢，有很多我不会喜欢的。但我总是想到赫伯特·胡佛，是他造成了这一切。他加税太快，加息也太快，所有这些同时发生，导致了大萧条。所以我认为我不会犯那样的错误。我减税，我不加税。事实上，我们刚刚给了你们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所以我们将与海湾国家并行努力，解决非核问题，比如我们即将讨论的常规弹道导弹，以及我的意思是，他们必须有一些到底，因为其他人也有一些，所以你总得让他们有一些。有人说你们不应该给他们导弹，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我认为他们不聪明。先生，你不应该让他们拥有任何导弹。我说好吧，我该怎么办？我能让沙特阿拉伯拥有导弹，但他们不能拥有吗？是的，先生，不能。事情不是那样运作的，你们知道吗？事情不是那样运作的，导弹不是问题，导弹是他们会伤害一个小地方，但他们不会炸毁地球的。所以海湾国家将处理非核问题，就像我们将讨论弹道导弹，我们还将讨论伊朗拥有的恐怖主义代理人，我们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但我要感谢我们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伙伴，这些人工作非常努力，他们对他们有点了解。就巴基斯坦而言，了解的相当好。就卡塔尔而言，他们有点不和，而且你们知道，卡塔尔很棒，因为他们就在隔壁。当我从那个地方飞到沙特阿拉伯时，我会飞40分钟，我也会飞到阿联酋40分钟，那里也有很棒的领导人。顺便说一句，
就沙特阿拉伯而言，那位父亲还活着，他很棒，他的儿子也会很棒的，他会很棒的。阿联酋的王储穆罕默德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士，他上周在投掷炸弹。我说到底是谁在投掷所有这些炸弹？是阿联酋。他是一个优秀的战士，穆罕默德。但几十年来，每一届政府都试图让伊朗放弃其核野心，但威胁只变得越来越大，言辞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大，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伊朗变得更强大、更强硬。如果我们第一次没有炸毁他们，然后摧毁那些武器，他们就会势不可挡的。这本应该我正在做的和我所做的本应该在几年前就完成的，那样会容易得多，火力也会少得多，但他没有。我要再次感谢所有这些国家，我要感谢以色列和比比内塔尼亚胡。所以很明显，如果没有美国在过去1年半里对这个政权施加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突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话说回来，这很早以前就开始，它始于索莱曼尼的死亡，那是一件大事。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对伊朗比我更强硬，他们也知道这一点。顺便说一句，如果他们不遵守协议，有些事情甚至没有在协议中提及，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但我们对某些事情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而且如果他们不遵守，我们可能会继续轰炸他们，直到他们遵守为止。你知道的，炸弹能做的事情真是令人惊叹。所以我说，奥巴马的协议是通往核武器的道路，而我们现在称之为川普的协议是核武器无法穿透的一堵墙，没有人能穿透。我们筑起了一堵墙，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协议中非常清楚地写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条款，第一，海峡开放，但这远不如另一条条款重要。条款编号无论是5还是8。都有一项非常强硬的声明，那就是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而且他没有说他们会在5年、10年或20年内拥有核武器。在奥巴马时期，他们能够非常迅速地进行浓缩。现在这份协议为伊朗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如果他们走上我们为他们开启的合作之路，他们的国家将有机会生存下去。现在想想看，你知道他们有9100万人口，人们希望我去轰炸那些桥梁，我为什么不轰炸？我已经轰炸过了，因为你知道他们违背了他们的一个承诺。我轰炸了他们最大的一座桥，相当于伊朗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我们轰炸了那座桥，你看到F-22的一次快速打击。顺便说一句，这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战斗机。事实上，我们正在订购更多这样的飞机，我们正在将其投入使用，因为它非常有效，这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你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那些 B-2轰炸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谁会想到他们能处理每架飞机都有2名飞行员？因为飞行时间太长了，但他们能携带3枚最大最重的炸弹，数十万磅重，而且他们处理起来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这真是太棒了，而且他们是无法被探测到的。他们飞入伊朗，想想看，完全没有被发现。现在伊朗正在等着他们，他们正在等着他们，但他们从未发现他们。凌晨1点，他们从未看到他们，他们是隐形的。我们刚刚又订购了22架更新升级的版本，我想这会更好。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能变得更好，但正如我本周向这里的世界领导人所表达的，我希望这项和平协议将是整个中东地区更大规模协议的开始。我们非常接近了，看看我们在加沙所做的工作，看看哈马斯。哈马斯一直非常安静，你没有读到任何关于哈马斯的消息。我们正在努力让他们解除武装。你知道，他们从小手里就拿着机关枪，我想他们出生的时候手里就带着机关枪，所以这不是最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实际上，你知道，表现得相当好。考虑到这不是他们被教导的生活方式，但这包括结束所有伊朗的侵略，而且不会有伊朗的侵略，以及结束黎巴嫩的战争和恐怖。所以黎巴嫩的和平是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的一小部分，它实际上是整个难题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它仍然制造了很多噪音。
大交易是伊朗协议，那是金钱和权力所在的地方。但他们有真主党，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做到的。我认为以色列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叙利亚很乐意这样做，我对叙利亚的那位先生的上位负有很大的责任，他现在是叙利亚的总统，他做得非常出色，他在1年半的时间里把那个国家整合起来，有点像我们的国家，1年半，规模也差不多。他们说请不要把他放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他属于基地组织。我说我知道一件事，童子军是干不了这个的，他实际上做得非常好，他很乐意参与其中。你知道真主党是他的敌人，他会参与任何行动，但他不会每次听到有人在一个房子里就去炸毁那栋房子，他只会精准地去抓捕他们。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想要那样，也许他们不想要，也许黎巴嫩不想要，我们必须稍微听取黎巴嫩的意见。顺便说一句，总统或者是总理，总统很快就会在1-2周内来见我们好人。你知道这个人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因为他面对着一群难缠的人，而且真是令人惊叹。黎巴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存在，真是令人惊叹。我认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比任何人都差，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蔑视。所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是我们希望实现的另一件事。我认为沙特阿拉伯如果他们带头，他们会给自己帮一个大忙，因为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阿联酋从一开始就加入了。再说一次，他是一个战士，而且他们从未退出，没有人退出过。你认为也许在战争期间他们都害怕，每个人都害怕伊朗，这就是我们最终只有最初成员的原因。但后来上次的选举被操纵了，所以我根本不在这里，没有人关心任何事情。美国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困境，中东成为了最不重要的事情，美国陷入了困境，允许2500万未经审查和核实的人进入了美国，其中许多是罪犯，许多是杀人犯。11888名杀人犯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国家，所以这成为了其中最不重要的事情。但过去2天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与7国集团成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讨论了其他一些关键问题。昨天上午，我们就乌克兰战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与普京总统通了话，我与泽连斯基总统通了话，他当时也在场。普京总统我是通过电话交谈的，会发生一些事情的。他们正在失去很多人，很多士兵正在阵亡，双方都损失惨重。俄罗斯损失更多，因为他们是进攻方，而在战争中进攻方会损失更多。这很简单，但我提供了我星期天与普京总统通话的最新情况，并表达了我持续的希望。我们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与泽连斯基总统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我认为他们都想做些什么，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想做，只是不知道方法。在昨天下午关于国际伙伴关系的会议上，我介绍了美国如何在全球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最新情况。迄今已提供了3亿7500万美元的援助，以帮助在源头阻止和控制这场危机。我们做得非常出色。我当时和总统在一起。顺便说一句，有几位非洲国家的总统过来了，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满意。但不公平的是，我们提供了3亿7500万美元，世界其他国家基本上什么都没给，可能就几块钱，但基本上是0。他们都说非常感谢，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埃博拉是一种可怕的事情，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幸运的是，它不像新冠那样容易传播，但它很棘手。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已经将人们转移到特定的隔离区、特定的地点。但今天我们还在经济和人工智能方面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议。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叹，它将是史上最伟大的事情，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它既伟大也可能很糟糕，我们必须小心。但我们正在引领中国，我们正在引领世界。我们允许他们建造自己的发电厂，因为他们需要。举个例子，那些建筑太大了，他们不会占用社区的电力。我给了他们这个权利，这是我的主意。
我给了他们建造像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那样的发电厂的权利。我们必须开工。他们已经建造出了前所未见的发电厂，那些都是由高智商的人建造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正在建造发电厂，因为否则他们永远无法建造他们的数据中心，因为电网老旧、破败不堪，一团糟。所以他们正在建造它，他们将非常便宜地出售他们额外的多余的电力到电网中。所以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比如加利福尼亚那里几乎没有足够的电力，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什么，这样他们就不会停电和限电了。我们在七国集团这里找到了很大的共识，我们签署了一份关于非法移民的声明，这是七国集团声明中的第一次。他们发表了一份漂亮的声明。我们签署了其他协议，以加强并真正协调，并花费大量时间协调毒品走私和阻止毒品走私。这太疯狂了！他通过墨西哥，通过南部边境进来，即使是少量进来的，他们也能找到办法。他们把它藏在，他们是天才。如果他们能把这种天赋用于正途，他们会变得非常富有。他们把它藏在发动机里，他们把它藏在轮毂盖里，他们把它藏在你甚至无法相信的地方，他们把它藏在汽车的结构里。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通过边境进来的毒品下降了61%。通过水路、海洋、大海、海湾进来的毒品下降了97.2%，那些是被打击到的，就像我们打击伊朗的扫雷舰和布雷舰一样，他们是这么称呼的。他们布雷，谁会有28艘布雷舰？谁有28艘布雷舰？他们确实有，但现在没有那么多了。我们打击他们就像我们打击毒贩一样，但通过水路进来的毒品下降了97%。总共下降了超过60%。现在我们将重点关注陆路。他们通过墨西哥进来，墨西哥已经失去了对他们国家的控制。贩毒集团控制着墨西哥，这很可悲。总统是一位非常好的女性，但她非常害怕。贩毒集团完全控制着墨西哥。毫无疑问，我们同意加快努力，确保我们的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公司正在大展拳脚。我们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因为我们做的比他们好。我们必须得到激励。七国集团也同意，美国基于私营部门投资的国际发展新方法正在以他们从未想过的水平发挥作用。它真的在发挥作用。我举行了多次非常积极的双边会议，包括与法国总统的会议。那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好的会议。卡塔尔的元首塔米姆，我告诉你们，我真希望我能真正了解这个人。你知道，有些人说，他住在那片区域，你不能自己说出想让对方说出的话。他在这方面表现出色，而且在能源和推广能源方面，他一直是一个很棒的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埃及的塞西总统，印度的莫迪总理，我们今天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我与穆罕默德谈过，我与沙特阿拉伯的王储谈过好几次，他们都非常高兴。他们仍然，你也必须让他们高兴，你知道吗？我们正在使用他们的机场。当然，如果我们想用，他们挡不住我们，但如果把关系处理好，会很好。我当时想抓住那个家伙，但我错过了。我讨厌错。但是我们与他们所有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交谈，有那么多，每个国家，我想以色列也是。想想以色列得到了什么？他们不会被核打击的，这很简单。我告诉比比，你最大的风险是他们向以色列中部投下一枚核武器，他们只需要1枚，以色列就不复存在了。想想看，比比，你得到了你所要求的最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所以我认为他们很高兴。有些人会，不是他，但有些人，一些作家，一些我曾以为是我的朋友的人，但我不想再把他们当朋友了，因为他们要么是蠢，要么是坏。但我们阻止了核浩劫，它也停止了。
我的意思是不会再有那种事了。所以从头到尾，很明显，这个星期美国回来了，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大。我认为，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尊重。而2年前，我们还是一个笑柄，他们会嘲笑我们。我们当时有一个本不该在那里的人在掌权，你知道的。一个每年会走上讲台一次的人，他们会问他：“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我喜欢香草味。然后他会试图找到楼梯，而大多数时候他都找不到，然后他就离开了。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报道。然后你说你不知道那件事，你不知道这有什么问题。我们绝不能让那种事再次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我们曾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物价和成本当时是最糟糕的。现在一切都在下降，因为石油价格正在把它拉下来。你们会看到令人惊叹的数字，但今晚我期待着与马克龙总统和他出色的妻子在凡尔赛宫共进一顿非常特别的晚餐。我还挺喜欢那座宫殿的，那座宫殿有很多黄金，我想去看看。那是一座美丽的宫殿，也许是所有宫殿中最美的。我希望你们能去看看。那些和我一起旅行的，我希望你们能去看看，因为它太棒了。但是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多待一会儿去巴黎，所以我回家会晚一点，但那会是一顿很棒的晚餐。但我很有兴趣去看看。我喜欢我，意思是我想那是极致，它是同类中的极致。路易14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国最古老的联盟。今晚我们也会稍微庆祝一下，欧洲最重要的人物都会出席今晚的晚宴。而且，那些人热爱我们的国家，希望欧洲能找到自己的出路。欧洲正经历很多艰难时期，他们在能源和移民问题上做得非常糟糕，他们曾经做得非常糟糕。今晚我们会谈论这些。好了，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想问我们任何问题，尽管问我身后的人。